希望油管可以把我的视频推送给每个柬埔寨人民啊，让他们也了解一下来自中国人民的祝福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围绕2个问题来聊一聊：我们为什么要花17亿帮柬埔寨修运河？为什么一修运河，越南直接破防？2024年8月5日，柬埔寨德崇福南运河项目开工典礼盛大举办。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带着夫人亲自参加，现场乌泱2万多人。为了庆祝这个柬埔寨2000多年历史以来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基建项目，不但柬埔寨宣布全国带薪放假1天，而且从城市到农村，处处锣鼓喧天，烟花绽放，各处寺庙的钟鼓齐鸣，僧侣诵经祈福。柬埔寨人民呢也是非常的激动。这个时候中国的网友和媒体也是非常的开心，希望中国和柬埔寨可以共赴美好。用柬埔寨媒体的话来说终于柬埔寨可以用自己的鼻子来呼吸了。作为全球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的柬埔寨，希望能通过这条运河，可以帮助它在6年以后的2030年成为中高收入国家。到2050年，甚至成为高收入国家，彻底改变1700万柬埔寨人民的命运。我们先来看看这柬埔寨到底是有多穷。2023年，他们的人均 GDP 只有1917美金，这是什么概念呢？基本上就是在亚洲往后面数。这几个东南亚国家对比大家可以看出来，其实柬埔寨呢也是出生在富人家的孩子，石油、天然气、金银、铜铁样样都有。那问题就是样样都不缺，可是运输环境是太糟糕了。虽然说柬埔寨是靠着海，可是呢，它那条海岸线全都是山，挡的是严严实实的，所以柬埔寨的商品需要进出口，就只能走河运。那什么河呢？就是发源于中国，流经东南亚5国的澜沧江，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湄公河。但是这条河的出海口却偏偏是在越南，所以柬埔寨想要进出口，首先得把货运到越南的出海口，再去向越南的政府去申办手续。这相当于什么呀？相当于我家大门开在了邻居的院子里，我进出都得看邻居脸色。邻居大婶心情不好，别说不让你进门，连你的外卖和快递都不让你进。你说这柬埔寨的经济怎么发展？哪个国际资本和跨国公司愿意去投资呢？就算你生产成本再低再合理，可是你生产出来了，你运不出去，你卖不掉这就是柬埔寨贫穷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柬埔寨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局势不稳定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越南为了实现称霸中南半岛的印度支那联邦的宏伟蓝图，举全国之力同时对中国、柬埔寨和老挝3个国家同时发起战争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这是真的，同时向3个国家，包括中国在内发动战争。1978年，越南集中了20万兵力，在短短10多天的时间，便占领了柬埔寨首都金边一锅端同时他还控制了老挝。1年后，也就是1979年，我们也打响了中卫边境自卫反击战，历时28天结束战斗。但此时呢，越南军费开支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0%，发现打不起了。你说这也不是啥有钱人家的孩子，你说何必呢？是不是？打仗是要花钱的，你得有家底儿才行。于是呢，10年后的1989年，越南政府呢就宣布从柬埔寨全面撤军。1990年的8月，最后一批越军撤离柬埔寨。你说撤个军还得撤1年才能撤完，这有点慢所以直到1990年，柬埔寨的政治局势才开始稳定下来。柬埔寨呢，其实也是向我们多次表达了70多年的心愿，就是 I have a dream。就是我自己想修条运河直通大海，但是也有点缺钱缺技术，但是因为我们也比较忙，所以这个项目就一直在讨论在沟通，直到今年的夏天，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就这么突然的发生了。前段时间越南新上任的领导人去美国拜访，美国就宣布和越南由全面关系伙伴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。你看，这都上升到战略了战略，多会玩。
在两个大哥之间啊左右逢源，长袖善舞，还共同发表声明说呀，彼此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，很好。然后呢，又是美国商务部长啊、国务卿啊、财长啊轮流访问越南。6月份呢，美国里根号航母就停靠在越南的岘港，这不就是找大哥给自己撑腰站台的行为吗？所以啊，7月17号，越南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划界案。这份划界案名字特别长，它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说呀，南海西部这一片也有一片是我们的这个越南的地方。可是啊，南海是中国的，我们能因为你的大哥的船临时停靠一会儿，就把南海给你吗？那么同一天，也就是7月17号，中国驻柬埔寨大使汪文斌向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递交国书。当然啊，我肯定不知道国书的内容。是中国新任驻柬埔寨大使汪文斌，我谨荣幸地向您递交。感谢。第二天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，此举侵犯了中方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，违反了联合国宪章、联合国海洋公约等国际法。中方呢对此表示强烈反对，并对越南提出严正交涉。于是呢，7月底啊，越南再次派出代表团去美国。可这个时候呢，夏天嘛，对吧？也比较热，大哥家里呢，反正人都在，都全，但是呢，也没来个做主的人给小弟出头，就反正都挺忙的。这个夏天，反正都挺忙啊。那所以越南代表团呢，就在美国待了5天，就啥也没办成就回来了。越南代表团回到家的第2天，中国和柬埔寨共同宣布，德崇福南运河项目正式开工。德崇福南运河的重要性啊，堪比苏伊士运河对于埃及，或者是京杭大运河对于中国的影响。运河全长180公里，河道宽100米，水深是5.4米，可通行的排水量3000吨的船只。工程预计耗时4年，到2028年完工，总投资额为17亿美元。引用国内一位媒体老师的原话呀，就我个人很喜欢，只能说我个人啊，在大国面前，可能有想法都是原罪，给你，你必须要；不给你的，想都不能想。好了，今天这样，我们下期见。